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在19世纪的英国伦敦，那是一个外在优雅，实则社会规则严苛到让人窒息的时代。当时的英国被戏称为2个国家，这不是地理上的划分哦，而是阶级。一边是喝着精致下午茶的上流贵族，另一边则是撑起这个帝国运作的劳动平民。当一个新兴商贾之家的继承人爱上了温柔内敛的女仆，这段感情真的只有浪漫这么简单吗？说到19世纪，除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，同一时期的德国也诞生了影响全世界的格林兄弟。最近在 BookWalker 看到把格林童话拨开剑骨的暗黑作品《童话落幕》之后，非常推荐给喜欢反转题材的朋友。这次推出了魔幻漂流指南主题书展，从魔法世界、异世界冒险到奇幻漫画、轻小说，通通有。想找新坑补旧坑的朋友，快趁这波逛起来吧！活动期间8月18至9月7号，参展漫画、轻小说79折起，还可领优惠券，满499折50元哦。还没有 BookWalker 账号的人，也可以趁现在加入。BookWalker 是日本正版授权的电子书平台，新会员注册再领79折优惠券，完成手机验证还可以再领1本电子书哦。这次一样有观众专属的100元优惠券，满999可折抵，结账输入专属码 MANSHANYA202608，更多内容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哦。让我们把场景拉回19世纪的英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森勋老师的经典作品《艾玛》。很多人一开始看这部作品，会单纯的觉得这只是少爷配上女仆的故事吧。但最让我震撼的，其实是那种自然到不可思议的情感流动。森勋老师像个细心的工匠，在每一段对话与考据中都铺上了厚实的砖头。虽然节奏缓慢，情绪压抑，但这些细节其实都是在堆叠那道真实且沉重的阶级高墙。正因为前面的铺陈够扎实，在与威廉重逢的瞬间，艾玛那长久压抑的情绪才得以彻底宣泄。原来之前所有的平淡都是在为了这一刻的强烈震撼铺路，这份情感的重量就是这部作品最让人深陷其中的原因吧。当然，一段感情要动人，现实的阻力往往是关键。男主角威廉的父亲理查是我认为全剧最复杂的角色。他不是单纯的恶人，而是一个在工业革命浪潮中靠着双手拼命爬上来的暴发户。正因为他亲自走过那条被贵族轻视的道路，他才更清醒地知道儿子想跨越阶级要付出多惨痛的代价。但在这份沉重的现实面前，艾玛展现了最温柔强大的力量。虽然她内心也有过自卑与挣扎，但在女主人的启蒙跟引导下，她选择努力学习，维持尊严，即便身处卑微，那份自尊却始终温润而坚定，才是这部作品最触动人心的地方吧。这也让我们看见，爱是真的可以跨越阶级的，因为真正的高贵是你那颗永远不被环境束缚的灵魂。除了情感与阶级的刻画，动画与漫画在收尾时的呈现余韵，也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风貌。艾玛的动画将维多利亚时代的朦胧雾气与古典美感还原得极其细致，只是受限于篇幅，结尾收得较为清浅，点到为止。然而，当我们翻开漫画原作，会看见森勋老师更为惊人的群像剧功力。救命！他不仅将精细绝人的画工发挥到极致，那份温柔而厚实的说故事能力更是让我由衷的佩服。老师，我跟你活在同一个时空，真的是太幸福了，我好。漫画的后续细细铺陈，交代了每一位配角的去向，那场百感交集的世纪婚礼，甚至是时代更迭下的斑驳沧桑。如果说动画是一曲余音绕梁的小夜曲，那么漫画就是一本厚重而毫无保留的时代长篇。若你曾经被动画感动，非常推荐找原作漫画来细细品味，那份留在心底的后劲会远比想象中还要深远。艾玛不只是一部少女漫画，它更是一部写给大人的维多利亚时代情书。如果你也曾在规则中感到窒息，或是觉得世界对你不够温柔，或许这部作品能给你一点前进的力量哦。你也喜欢这种细腻的年代剧吗？欢迎留言一起聊聊哦。今年我也给自己设定了一些频道的新目标，如果你喜欢动漫、时事讨论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